以前还有那个大概是在肯森尔米尔那里呢，就是有个特别了不起的，叫做是拉伊森克的一个大师啊，就是他是一位过世啊，就是他是一位过世，他对这个仙宗和密宗呢，就是全部都这个精通。后来呢，他的一辈子当中都是修了这个五百座，在历史上是很了不起的500座这个寺院，500座这个寺院呢，后来那个因为当时肯什米尔那边呢有一个叫做大释教，就是大释教是跟佛教不同的一个宗教。然后这个大释教呢，大释教的这个信徒呢，就是好多都是皈依跟这个就是拉伊森克啊，就是拉伊森克。然后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大释教的这个国王呢，就是特别的不满，就是后来就是把他就是关起来了。然后关起来了以后呢，他在这个监狱里面也是就是默默的就是念那个杜牧。他每次念那个杜牧的时候呢，就他的这个身上的那些这个贴念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变成这个画幻啊，就是全部都变成画幻。幻呢这个其次呢，就是都就是把所有的贴念都融化了，就变成幻化。后来呢，就是国王也非常这个害怕，就是而且刚开始的时候要求他，你必须要舍弃你的宗教，舍弃你的就像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讲有一个句式的公案一样的，就是然后当时呢，就是他说是我就绝不会这个舍弃我的这个佛教啊，我不会说佛教，我不会这个异教，就是归入这个其他的宗教，他死也不会。后来呢，在监狱里面受到了一系列的这个惩罚，惩罚以后的话呢，后来就是他通过这个祈祷这个杜牧啊，祈祷杜牧以后的话呢，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就是里面的这个一些的他的这个咒母呢，就是变成一种这个吉祥和瑞相。就是后来呢，国王也是非常这个害怕啊，就然后呢，就是向他面前这个跪意。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文革期间呢，文革期间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在监狱里面呢，就是经常就是念杜牧啊，就是通过这种价值呢，就是自己真正就是离开了这种这个委员和痛苦和，而且呢，就是让这个敌军也好，让别人呢，就是真的这个升起这个信心，这样的事情呢，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多的。所以我想呢，我们作为修行人，也不用就是口头上说很多的，实际上自己真的有了这个信心呢，就随时都是像杜牧呢，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本尊啊，或者是空性呢，来医治。一生当中呢，就是向他那个祈祷啊，就是有时间呢，就是开始祈祷的话，一定会是赐给就是不同的这种洗涤。当然，像杜牧的话呢，不像世间的一些这个地僧和这个土僧一样的。如果世间的这种这个土地僧的话呢，我们就是供养他，我们这个对他经常祈祷的时候呢，他还是给你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加持或者是成就。如果我们一旦就是断了，就是一旦就是忘了的话呢，他还是不高兴，就是反而给你也有一些惩罚啊。就世间的地僧是有这样的，就是跟我们世间人一样的，我们世间人也是，就是如果跟他关系就是处得好的话呢，就是他经常呢就是欢喜；如果关系就是不好的话呢，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会这个对你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这种这个态度。那这个杜牧呢，就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应该是在这个时时刻刻当中呢，就关照这个众生。但是关照众生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信心，我们自己呢就是没有这个祈祷，没有念诵，没有供养的话呢，那就是得到的这个价值呢，就是比较这个缓慢，甚至呢就是我们都就是发现不了的。如果任何一个人他有特别就是蒙里的一种这个信心呢、欢喜心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诸佛菩萨的这种价值啊，尤其是这个度母的价值呢，就是更为这个迅速啊。所以我在想，我们那个这次呢，就是这个就是度母的这个弘扬呢，就是从缘起上面讲，我是觉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我们佛学院呢，建立这个大概是这个30多年了啊，就是应该今年都是32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单独开杜牧法会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昨天呢，就是开了一个学院，也是依靠这个，一方面是让这个门徒上是这个长久住世，另一方面呢，就是整个铲除这个事件当中的各种灾难呢，就是尤其是如今呢，就我们这个就很多很多的这个灾难，海啸啊，什么这个地震啊，然后恐怖这个袭击啊，以及这个非典呐、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这几年以来，你们也知道什么这个雪灾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呐、其实外在的这个事件有这么多灾难的话，其实我们人呢、
就是每一个人呢自身当中内在的这个灾难呢，也是频频发生的包括很多修行人呢，一会儿心情不好，一会儿身体不好，一会儿这个事业不好，一会儿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不和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有些人呢，就是给我也讲过这几年怎么这样的这个痛苦就是频频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什么都不顺利。好像现在呢，在实践当中，自己认为是自己特别快乐、特别顺利的人很少很少的。除了出家人的话呢，出家人还是勉强就是可以的，就是有些是好像就是迷迷糊糊的，有些是比较这个真我的一种，这可能境界也是大圆满这个心性修行里面讲的是一种恍恍惚惚，就是可能有些出家人是处于一种大圆满的这个恍恍惚惚或者是一些这样的状态当中，还算是可以的。好多这个在家人，就包括有一些表面上看呢，就是跟这个现在就是比如说这个汉地的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各方面来比其他国家都是应该算是可以的。但是像以前就是特别这个强势的，像美国日本包括新加坡，好多的这种出现一些金融危机就是现在整个这个国家的包括这个实力也好，就是国民经济也好，很多都就是向下滑，就特别这个紧张的一个时代。那么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也是比较紧张就是每天都是生活就是比20年前的话呢，在心理上也是恐慌，就不断的就是这个涌现。然后在这个身体呢，就是也是就越来越就是赶不上这个时代就是其实人活在十几年，人活在几十年，在几十年的话呢，的确也是有时候是很累的就是听说是有些人呢看到这个师徒领以后，实在是没办法，就是马上想出家，就是说是但这也是会不会有点这个太急了，就是但不管怎么样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除了佛法以外，就是很多的这种光就是很多的这个光明呢，就是很难就是得到的，就是所以说呢，我想呢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度母法门呢，就是作为自己在众生当中呢去牵出为愿的一种这个法门，然后呢就是修持顺愿的这样的一个法门的话呢，那当然是对你的这个修行也是有利的就尤其是现在这个汉地的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就在自己的生活上就是很多上面呢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度母的加持呢，就是对各方面的就是不平的这个心态呢，就是马上这个消失，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种这个法喜充满的这个快乐，就自然而然会这个升起的。